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逆转成长路，从小花到女神，她的蜕变刷新美学定义。赵丽颖从非科班出身到国民女神，靠的不是一夜爆红，而是倔强与实力。她圆脸闯天下，眼神勾魂摄魄，戏里戏外皆是大女主风范，用作品说话，熬过凉水煮青蛙的每一天，终成经得起时光打磨的明珠。赵丽颖不是一夜花火，是熬成恒星的国民女神。有人说，娱乐圈是个巨大的洗衣机，谁都得在里头翻滚几遭，不被甩干出局都算你命硬。但偏偏在芸芸众生中，赵丽颖这姑娘愣是靠着倔强小身板和一双能够魂摄魄的圆眼睛，混出了全国人民的共情。本山大叔那句老话咋说来着？咱老百姓今夜真高兴。赵丽颖自己大概也是今晚最喜庆的顶流之一了。先泼一盆冷水给你。据数据显示，中国一年至少有3万亿人等待机会，娱乐圈里混个脸熟，难得跟中彩票一样。出圈，能让北上广的出租车司机听见你名字叫一声好姑娘，那简直大写的稀罕。可赵丽颖不是科班出身，也无啥富贵背景，愣是一步一脚泥，踩进了大众的视野。说她是这堆明星里最具打工人气质的也不算夸张，一路凭着霸气和认死理的劲儿，闪转腾挪，什么角色都往身上对，都能拉出去见亲戚不掉链子。来，咱们先聊聊她的美。赵丽颖这张脸，不走 Angelababy 那挂的国际超模路线，更不是迪丽热巴那种西域王炸气场。她圆嘟嘟的脸庞，活脱脱儿的隔壁家妹妹。这年头，锥子脸遍地，倒是颖宝用包子脸活成了独一份。别小可爱的门槛，你以为谁都能碰？换了别人，分分钟变成泡芙人，她倒成了国民初恋。这种美，纯得像辽宁大鹅下的蛋，怎么看怎么顺溜。但你以为她止步于此就大错特错，颖宝的魅力远远不只是那张耐看又接地气的脸。她的眼神，每次在红毯上刚一亮相，就像后厨刚出锅的铁锅炖大鹅，不喊吃饭了都馋你一口。明明是温柔的能明出水的小姑娘气质，可转身在戏里就刀枪不入，举手投足都像是大女主的亲闺女，一点都不怯场。也就难怪第一个高潮来了，娱乐圈顶流如过江之鲫，红了又糊，糊了又炒冷饭。多少仙女姐姐们靠1-2部爆剧封神，转眼之间人气就像股市行情，起个大早赶个晚集。有人愤愤趁演技好不如资源好，后台硬就能横着走。可是看看赵丽颖，嗓门不大，背景不强，就是靠死磕，一年演好几个女主，谁说她没 buff 加持？人家正经凭着演技，角色和踏踏实实的憨静儿和小鲜肉、小花们掰了个手腕，愣是赢得漂亮。说到这里，话要往深里掰一层。北漂、跑龙套，被群嘲没有演艺天赋，长相又不时尚。赵丽颖的起点就跟我们身边的小伙子小姑娘们考研考公差不多，咋说都是天时的丽人和都不太够的类型。她的成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奶酪，而是软硬不吃，甩着膀子跟天斗、跟人斗的结果。她参演的《花千骨》知否应是绿肥红，受风吹半夏，哪一部不是流量口碑齐飞？不是靠一部戏圈一波粉，而是部部都有回头客。这就跟家里楼下那碗炸酱面百吃不腻一个道理，整得网友们都说谁还没个赵丽颖时刻。有段子说娱乐圈女星千万跑来看颖宝排成串，可偏偏也有人冷眼质疑她不就是会挑角色呗，没啥大格局。甚至还有人揣测是不是背后有大 boss。 一时间娱记们的显微镜都快插到颖宝家门口了，各种爆料传闻铺天盖地。热搜体制的流量小花，果然是不疯魔不成活。一波刚平一波又起，颖宝却始终用作品和实力说话，平地掀起一次又一次民间讨论热潮。但浮躁环境下，有多少明星能经得住风吹雨打？
大部分人火得快冷得也快，名字还没记牢你，作品就已经没人提。颖宝却一步一个脚印，攒下实打实的好口碑。人们热烈讨论他，媒体热衷报道他，他拍拍小脸，依旧是你们玩你们的，我安心做我的菜。双引号。可也不是全员都买账，有一波人摇头，这不就是营销下的工业糖精？再红也只是荧幕上的罐头女孩罢了。甚至网上还冒出没有自我风格、角色千篇一律的冷嘲热讽。但说句心里话，酸话说得溜，不如自己有本事溜腰子。颖宝倒像没听见，闷声干事，几部戏花千骨哭成了泪葫芦。盛明兰抡起了家法，许半夏杀出黑色职场，个个爆点。不吹不黑，风格固然重要，但温柔可刚、坚韧能甜，才是百里挑一的去油大法。你看腻了螺蛳粉味儿的甜妹子，再看颖宝像猪骨炖萝卜，咸淡适中还下饭。而且你发现没，这姑娘的路数还特别东北。啥叫了不得？就像盘锦大米，顶风冒雪硬能出新米。赵丽颖北漂打拼，小圆脸顶着流言也能杀出重围。外表看似软萌，实际却能扛。哪怕娱乐圈这大染缸翻天覆地，也难不住这股子倔劲儿。她身上有种活脱脱的自来水精神，干净、纯粹，不张扬。明明可以靠颜值吃饭，偏偏非要凭实力打拼。娱乐圈的故事都不是单线剧情，温柔岁月、惊艳时光，这些形容谁听谁觉得土的掉渣，可放在赵丽颖身上，却别有一番味道。她的人生并不是逆袭大女主的爽文套路，有委屈，有坚持，有泪水，也有爆红的高光时刻和淡出热搜的落寞时分。可惜这个圈子，太多人盼着一夜暴富，一朝封神，哪顾得上什么踏实。从配角到女主，爬楼梯的路，她比谁都慢，可脚脚都稳。前阵子某综艺上，赵丽颖被后浪们追着问你怎么保持状态，她把在场青年整破防了。要是能熬，谁也别想随便赢。真正讲实话的人，永远不会让你觉得虚头巴脑。说的再明白点，啥叫真正的女神？不是红毯上的珠光宝气，也不是剧照里的仙风道骨，更不是微博超话里的风云人物，而是在浮华表面之下，那份活的真实、踏实的底气，以及在时光里越发经得起品的温柔坚定。赵丽颖就像一颗不张扬的明珠，熬过数年的磨砺，把自己的光芒沉下来，不扎眼，不聒噪，却越看越值钱。哪怕过个10年8年，大家想起家喻户晓的女主角，嘴里头蹦出来还是她的大名。再说身边事，谁还没遇过点不服气的哥们姐们？有的靠拼爹，有的靠炒作，还有的干脆靠脸混江湖。可终归顶得住的人才是赢家。娱乐圈也和我们打工人的生活如出一辙，你能笑到靠的不是一锤子买卖，而是熬住了所有难熬的瞬间。这年头，真能熬出来的都值得鼓掌。写到这儿，声明一句，大道理别说太多了。颖宝的成功不是每个人都复制得了，但他的踏实肯干，咱家里的老人们最挂嘴边的那句老话，吃得苦中苦，方做人上人，真不是瞎掰。新时代下的美，也许真不是惊鸿一瞥，而是一场岁月沉淀的大合唱。不怕人多路滑，就怕你狡猾心虚。最后得问一句，看了这么多，正方说颖宝是抗住时光的国民女神，反方却打死不信，说这还不就是流量造神，资本堆砌。都看到这了，真心希望屏幕前的你别被模糊了眼，这世界哪有什么天翔女主，有人能爬上高峰，不是踩了谁，而是熬过了凉水煮青蛙的每一天。颖宝也不过是我们平凡生活里的缩影罢了。当我们再次提起赵丽颖时，许多人脑海中浮现出的第一印象，已经不仅仅是当年的小花旦，也不只是凭借几部爆款电视剧迅速走红的流量女演员，而是一个真正经历过沉淀、逆袭和蜕变的女神。她的成长轨迹之所以被称为逆转，是因为在娱乐圈的竞争洪流中，
她走过的路似乎从一开始就并非顺风顺水，而是伴随着质疑、非议和不断的自我挑战。可正是这样一步步走来的坚韧和成长，让她最终刷新了观众对于美的认知，也让她成为娱乐圈不可或缺的一股清流。赵丽颖的起点并不高，她没有强大的家庭背景，也没有接受过专业院校的系统培养。初入娱乐圈时，她甚至因为外貌过于清秀、气质邻家，而被认为不够惊艳，难以撑起大女主的角色。那时候的她常常被安排在配角、丫鬟或是边缘人物的位置上，甚至长期得不到业内的重视。可是，她并没有因为这些困境而自怨自艾，更没有选择退缩，而是用最朴实的努力和踏实的积累，逐渐一点一滴地磨练演技，寻找属于自己的机会。如果说成长是一场考验，那么赵丽颖无疑是用逆转的方式答卷。她的蜕变并不是靠所谓的捷径，也不是借助一时的炒作，而是靠真实的作品和观众的口碑。正因如此，当她真正走到聚光灯下的时候，人们才会发现，这个曾经不被看好的女孩，已经悄然成长为足以令人惊叹的女神。她的美，不再只是单纯的五官精致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力量感，一种经历过风雨之后沉淀下来的气质。从花千骨到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，再到近几年一部部更具深度和质感的作品，赵丽颖用她的角色塑造能力一次次证明自己。她能够驾驭天真烂漫的少女，也能诠释坚韧果敢的女性角色，更能在复杂的人性刻画中展现细腻入微的层次。正是这种不局限、不停留的表演态度，让她逐渐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。当外界在提到她时，已不仅仅是漂亮或人气，而是演技可靠、角色立得住。赵丽颖的蜕变还体现在她对时尚与气质的掌控力上。曾经的她因为身材娇小、外形亲和，被一些人质疑难以撑起大气场的时尚大片。但如今，无论是优雅的长裙，还是干练的职场造型，亦或是前卫的时尚尝试，她都能演绎出独特的韵味。更重要的是，她的时尚感从未流于表面，而是结合自身气质，展现出恰到好处的美。这种由内而外的氛围感，正是她刷新观众美学认知的关键。人们渐渐明白，美不一定是冷艳高不可攀，也不一定是张扬强势。赵丽颖所代表的是一种温润却有力量的存在，一种安静却足够坚定的美。逆转二字也不仅仅是外界的评价，更是赵丽颖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。她从来不是跟随潮流随波逐流的人，而是愿意独立思考、坚持自我的那一类。在娱乐圈这个充满喧嚣与浮躁的大环境中，她没有盲目迎合市场的口味，而是勇敢选择自己认可的角色和作品。这样的坚持，或许意味着一时的冒险，但却换来长远的积累和稳定的发展。它让我们看到，不随波逐流的独行者，也能凭借清醒和努力，成为真正的赢家。不可否认，赵丽颖的成长轨迹也是一种女性力量的象征。她用自己的经历证明，女性不必依附，不必讨好，而是可以通过努力和坚持，找到属于自己的价值。她的成功故事不仅仅是娱乐圈的励志样本，更给无数普通人带来了鼓舞。许多观众在她的身上看到了平凡也能成就不凡的希望。她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神话，而是一个用脚踏实地的努力走到今天的榜样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赵丽颖的气质越来越从容，她的美也不再停留于表面，而是升华为一种力量感。这种逆转的美，既有岁月带来的成熟魅力，也有初心不改的纯粹动人。它让我们重新理解了美的定义，美不是完美无瑕的外表，而是敢于面对困难、不断成长、勇敢追梦的灵魂。或许正因如此，当人们在谈到女神二字时，赵丽颖成为了最合适的代名词之一。她让我们明白，真正的女神并不是一夜成名的流量明星，而是能够经受住时间和质疑考验，在不断成长中焕发出独特光芒的人。在这里，
也想对每一位读者说，赵丽颖的逆转成长路其实也是一种人生启示。每个人的起点可能不同，但只要我们愿意坚持，不被眼前的困难打倒，终有一天，我们也能逆转属于自己的人生。美学的定义本就不应局限于外貌，它更多关乎心态与精神。当我们学会像赵丽颖那样保持初心，勇敢追求自我，就会发现，我们也能拥有独属于自己的光芒。所以，亲爱的读者们，请相信，人生的道路没有谁是一直顺遂的，但逆境中的坚持往往最能锻造真正的价值。赵丽颖的蜕变是娱乐圈的一个故事，但也可以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盏灯，提醒我们不必害怕跌倒，不必担忧质疑，走好自己的路，便能迎来属于自己的高光时刻。王一博惊喜现身双河客栈，路透曝光引粉丝全网狂欢。明星酒店路透视频暗藏时间差心机，48小时后精准投放引爆流量。高清画质，三角防护阵型，延迟发布策略，一场精心策划的私生饭与团队的流量共谋。你绝对想不到，一段看似普通的明星入住酒店视频，竟然藏着如此惊人的时间差心机。就在王一博离开双河客栈整整48小时之后，这段由内部视角拍摄的路透才悄然流出。拍摄者掐准时间，算好动线，愣是等到他飞回北京才按下发送键。这操作背后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流量博弈。视频一开始就透着不对劲，镜头明显是从客栈内部走廊抓拍的。王一博穿着一身黑，帽檐压得很低，身边围着2个助理，前面那个开路，后面那个护着，把他夹在中间，快步往房间走。已经是深夜了，一行人看起来疲惫得很，但步伐一点没乱。最显眼的是王一博身上根本没背包，通常他那个黑色双肩包几乎常在身上，这次却不见了。粉丝一眼认出，肯定是乐乐帮着拿了。助理乐乐几乎成了王一博的移动行李架，每次长途行程都能看到他大包小包的扛着，这次也不例外。拍摄角度明显是提前蹲好的，镜头的稳定性极高，不是随手偷拍，而是卡在走廊转角或房间门口，等着他走过来。而且画面明显是裁切过的，只聚焦王一博和他身边2-3个人，其他工作人员一律没入镜。这种精准投放式的路透现在越来越常见，粉丝一边骂私生，一边又忍不住疯狂转发，流量和争议同时飙高。视频底下评论区简直分裂成2个阵营，有人说这是保护性拍摄，等他走了才发，算有底线了；另一边直接开喷，蹲酒店走廊还有理了，要不要给你发个最佳蹲点奖？双引号。之所以能引爆话题，还因为同一天光明日报刚刚发文批评私生饭现象，点明了一些跟踪拍摄的乱象。这边立马就流出客栈内部路透，简直像对着干。不少网友调侃，这拍摄者是不是一边看报纸一边发视频？双引号。双河客栈也不是普通地方，位于贵州赤水，周边全是国家级风景区，传统黔北建筑风格，平时接待游客，但常常被剧组包下来拍戏。王一博这次过去，大概率是新戏开机，但具体项目名一直没官宣，全靠路透反推。真正让这段视频出圈的是它的画质，通常偷拍都模糊的像打了马赛克，但这个视频清晰的离谱，连王一博外套上的纹路都一清二楚。好多人直接拿去当生图直用，评论区刷爆了，官方发图都没这么能打，这镜头怕不是租来的吧？艺人团队对这类路透的态度一直很矛盾，一方面痛斥私生，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承认，这种野生物料常常比官方宣传还能带热度。所以你会发现，骂归骂，但很少真的走法律程序，大多数时候只是发个声明警告一下。这次视频还带起了另一个话题，明星助理的防护阵型到底有多卷？王一博身边2个助理，一个在前排除障碍，一个在后挡拍摄，
形成移动人墙。这种三角防护现在几乎成了顶流标配，甚至有的团队会带4个助理，左右前后各一个，被网友戏称为十字护法。从服装和状态推测，这应该是拍戏收工回来的路上，整个人透着泪，但脊背还是挺直的。粉丝最吃他这点，再累也不塌肩，偶像自叫刻进 DNA 了。双引号，视频传播路径也很有讲究。先是在小范围粉丝群流传，标签打得特别小心，避开了路透关键词，用的是今日所见所闻、生图直拍这种模糊词。等转开了，才慢慢带上大名冲热搜。这种延迟发布的路透，现在成了新型流量玩法。等艺人离开现场再发，既避免了暴露实时位置，又能蹭到热度。甚至还会被部分人美其名曰有职业道德的私生，简直刷新了行业下限。客栈方面一直没回应，但网友翻出之前的订单记录，发现那段时间确实有大型剧组包场，但匿名预定，根本查不到具体信息。真正恐怖的还是评论区，有人直接扒出王一博房间号，甚至连入住时间都倒推出来。晚上11点23分到的，第二天早上6点就出门了。这种细节泄露，让不少路人看了都头皮发麻。这届粉丝侦探队简直比国安还厉害。双引号，视频里还有一个细节被反复解读，王一博回头看了一眼镜头，就那一下，有人解读成不悦，有人说是警觉，粉丝则坚持只是正常转头。一个动作衍生出10几种解读，成了心理分析大赛。从传播数据看，这条视频带起了3个热搜话题：王一博生图直拍，明星该不该骂私生，助理是明星的移动城墙。最后一个话题甚至火出圈，不少上班族跑来吐槽：我老板要是有这防护意识，我也不至于天天被甲方堵门。双引号，业内宣传人员私下透露，现在团队甚至会反向操作，提前放风出去，引导拍摄者到特定位置，拍出他们想要的路透。真假难辨，但流量确实吃得稳稳的。这段视频至今还在各大平台流传，播放量早就破1000万。但最初发布者已经删帖跑路，只留下一句：纯分享，勿扒皮。典型的深藏功与名。王一博惊喜现身双河客栈的路透一经曝光，瞬间在网络上引发了巨大的讨论与狂欢。作为内娱顶流，王一博的一举一动本就备受瞩目，而这次低调却又突如其来的出现，更是点燃了粉丝们的热情。双河客栈这个原本安静而富有地域特色的地方，因为王一博的到来，瞬间成为全网热议的焦点。路透图中，他一身简单随性的装扮，干净清爽的气质依旧，仿佛将自己完全融入了这片天地间，不需要刻意的姿态，就已经让人移不开眼。这样的画面，不仅是一种视觉上的惊喜，更是情感上的触动。很多人感叹，王一博无论走到哪里，总能与环境相得益彰。他不是那种强行将明星光环带入生活的人，相反，他往往用最自然的方式展现自己，让人觉得既亲近又真实。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他的路透曝光，都能迅速占据热搜，引发大规模的讨论。因为粉丝们从中看到的，不仅是明星的光鲜亮丽，而是一个少年在成长路上不断探索与追求的身影。这次的双河客栈路透，更像是一场偶遇的惊喜。客栈本就带有一种江湖气息与人文情怀，而王一博的出现，让这份氛围增添了新的色彩。他似乎天然带有一种让空间升温的能量，可以让原本普通的场景变得充满故事感。有人调侃，双河客栈因为王一博，正式升级为网红打卡的。这句话虽是玩笑，却也说明了王一博的影响力之大。他不仅是舞台上的耀眼明星，更是生活中能轻易点燃大家情绪的那个人。值得一提的是，王一博从不喜欢过度营业，他没有频繁地出现在各种综艺里，也很少刻意制造话题，
但这并没有让他的热度下降。恰恰相反，正是因为这种克制与专注，让他每一次的露面都弥足珍贵。这次双河客栈的路透也是如此。简单的几张照片，却让无数粉丝感慨万千，仿佛重新感受到追星最单纯的快乐。这种快乐不是来自于精心编排的舞台，而是源自生活中那些不经意的瞬间。从另一个角度看，王一博能够长期保持顶流地位，与他的真实和努力分不开。他并不满足于已有的成绩，而是不断拓宽自己的边界。从演员到歌手，再到赛车手、滑雪爱好者，他一直在尝试新的可能。粉丝们追随他，不仅是因为他的外貌与才华，更是因为他身上那份执着和进取心。而双河客栈的路透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，无论是在荧幕前还是生活里，他都在用最真实的姿态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。在路透曝光后，网友们的讨论方向也十分有趣。有的粉丝专注于王一博的穿搭，称赞他即便随意装扮依旧很有型；有的粉丝则聚焦于他的神态，觉得他眼神里有着与过去不同的沉稳。还有人单纯被他的出现治愈，表示看一眼就心情变好了。这种不同角度的解读，恰恰说明了王一博的多面魅力。他并不是单一标签的明星，而是一个不断成长、不断丰富自己的年轻人。更让人感动的是，粉丝们在狂欢之余，也不忘关心他的状态。有人留言，希望他在客栈的日子能好好休息，不要太辛苦。这种由衷的体贴，正是粉丝与偶像之间最珍贵的互动。王一博用努力和真诚回馈粉丝，粉丝则用守护与理解支持他。这种双向奔赴，让追星不再只是单纯的仰望，而是一种深层次的陪伴。我们必须看到，王一博之所以能成为顶流，不仅是因为外在条件，更在于他始终坚持本心。在这个娱乐圈浮躁喧嚣的时代，很多人选择用频繁曝光来维持热度，但王一博却选择了另一条路，用作品说话，用实力证明，用生活里的点滴展现真实。他似乎很少刻意去表演自己，而是更愿意让大家看到一个自然的王一博。这种少有的真诚，才是他长红不衰的底气所在。双河客栈路透虽然只是短短几张照片，却给大家带来了丰富的情感延伸。有人回忆起追星初期的热烈心情，有人感叹岁月流转中偶像的成长，也有人因此重新找到生活的动力。这便是明星的力量，他们不仅仅是荧幕上的角色，更是现实里无数人心灵的支撑。王一博的每一次出现，都是对粉丝的一种陪伴与鼓励。结论来看，这次双河客栈路透再次证明了王一博不凡的影响力。他用最低调的方式，掀起了最热烈的讨论。他的存在，早已超越了单纯的顶流标签，而成为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。他的气质与态度，让人们看到了当代青年应有的模样：沉稳、真实、勇敢，不断追求。这样的王一博，不仅仅属于娱乐圈，更属于时代。最后想对粉丝和观众说，追星是一种美好的体验，但更重要的是从偶像身上汲取力量。王一博之所以令人着迷，不只是因为他的帅气与才华，而是因为他身上那份执着、勇敢和真诚。希望大家在支持他的同时，也能将这种力量转化为自己生活的动力。无论未来王一博走向何方，他都会带给我们更多惊喜，而我们也应该以更包容和理性的心态去陪伴他，理解他。毕竟，追星的快乐不仅是看到偶像的闪光，更是让自己的人生也因此更加闪亮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